我是小苗，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在我们农村，我更是个特别是女。生活的快节奏让我们时常想找个时间去旅行，去远方，去看看美丽的风景。说起来，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放松，更享受生活。来到这的第一眼，我就心动了这里，所以我花了几万全力了这座房子。房屋已然常年失修，破败不堪，东墙也经不住岁月的洗礼，刺出了一个大洞来。看来要下一份功夫，好好收拾收拾。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田园生活。你们说，我该怎么去打造它呢？老房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我还来了几位大爷帮忙。听说是专业盖房30年，大爷看了我的房子，一个劲的直摇头，估计是因为没人比我抢先拥有这套房子而感到遗憾吧。大爷们沉默了半天，说：“要不就先清理垃圾吧，要不就说收拾开始。”东墙30米外有一处樱花林，第一想法自然是推倒它。生活是一场旅行，出发总是美丽的，尤其是在一个路上阳光普照的清晨。大爷们一大早就带着工具赶到了我的小院。今天的任务是拆屋顶。为了保持古朴的感觉，我去淘了2车老砖，等着铺在地面上。果然是专业建房30年，大爷们有条不紊地分工拆着砖瓦。为了让小院更快地改造完成，我也加入了拆迁小队伍。我这小舢板啊，大事整不了，只能打个小工，推推小车，地砖瓦。忙碌的一天，终于把屋顶拆完了。大爷们坐在屋架上，享受着片刻的时光。湖里有一艘船飞快地经过，不知道喊他一声靓仔，他能带我去兜风吗？希望以后的日子顺顺利利，加油！我是田园小苗，昨天忙着拆了一天的屋顶，今儿我又开始拆东墙了。看大爷们这一膀子的力气，丝毫看不出已经是60、70的岁数了。小锤30，大锤80，果然还是大锤好使，几下就把东墙拆了个7八。有很多人私信我，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想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吧，就是很喜欢一杯清茶，3寸光阴的那种慢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假如你不懂得自我缓冲，那么痛苦、忧愁、烦躁这些情绪都会成为你的精神压力。昨天的那艘船又来巡逻了，我大喊了一声靓仔，他就来载我去兜风了。果然，不管做什么，还是要主动出击才行。小院经过这么一拆，真的有些不忍直视了。从明天开始垒墙，期待着能够早早的改造完成，到时候就可以约朋友一起赏花、赏月、赏玫瑰了。我是田园小苗，今天呢是改造老房子的第4天。3月中旬，路边的杏花已经完全开了，粉白的花朵喷发着属于春天的气息，也给荒凉的草地缀上了一份生机。
前几天发的要不要开窗户的视频，有很多人给我私信说东墙建议开窗，这样采光性比较好，还可以看樱花林。说干就干，今天就把东墙给改造好。我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当着小工，搬砖和泥，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砌墙啊，还是交给专业的大爷们去操作。头的古砖现在也派上了用场，我用它来做窗户的围边，增添一些古朴的味道。我们有时候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和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有很多人喜欢老房子，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房子的本身有多好，而是大家怀念里面的人、里面的情和里面的与世无争。辛苦了一天，东墙终于砌好了，窗户做出来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想，我感觉还不错，你们觉得呢？我是田园小苗，一场春雨过后，沉睡了一冬的柳树也开始发芽了。小屋呢，也进入了盖顶上梁的日子，大爷们一大早就来开始忙活。昨天没来得及修补的门框，今天也及时调整好了。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购买了成品的围脖。我们这儿呢，上梁是一定要有上梁好的。朋友提前送来了有一铜钱，让我挂在梁上，代表着大吉大利、平安长久。生活就像是一杯清水，你放一点糖它就甜，放一点盐它就会咸。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可能80%的人都有想逃跑的想法，但只有1%的人拥有逃跑的勇气。李大爷，吃苹果。隔壁村的娜娜也来到了我的小院，说是很喜欢我这个人，结果带来的苹果都分给了大人们，没有我的份。房顶背面的瓦片在大人的努力下，大片已经完成了。还是那个努力搬砖打下手的小苗。说实话，这种黑瓦真的是不好淘了。之前因为拆的时候有很多破的瓦片，为了让房顶统一，真的是辗转了好几个村庄才淘来了一小车，可是得小心翼翼点。改造老屋的这几天，我的干活技术越来越熟练了。上墙爬屋的活咱干不了，地面上的活还是勉强可以的。以后谁家盖房装修啥的，吆喝一声，4块小饼干我就过去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又可以累积一切。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吧。当你很忙的时候，那些让你放不下的烦恼，你就想不起来了。当房顶的最后一块瓦片盖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又要放工了。屋子里具体怎么打造，我暂时还没有想好。都说人多力量大，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评论底下留言吧。今天把小屋的地面垃圾收拾出来，这些都是拆屋顶的土。大爷们说这种土营养丰富，我准备把实地挑拣出来，留下的土以后用来种花种菜。跟着大爷们去吃饭，抽空把院子大体规划了一下，门前的这片麦地也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房子再好，没有院墙，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因为种麦子的原因，这个院子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传统院子，所以工程比较大。今天准备把院墙绘画出来。院子高低不平，如果人工收拾还要费好几天的时间，所以我把我老家开挖掘机的大表哥请了过来。还是大家伙好使，稍微一折腾就变了个大模样。把不用的石子填补到后院塌陷的地方，垫高压实，顺便把闲置的几块地重新翻了翻，留着以后种蔬菜用。按照我昨天的想法，院里该垫高的垫高，该抹平的抹平，最后防止浮土还压了好几遍。选了一个看着比较顺眼的地方，把周大哥送我的桃树种了进去。他说以后要来吃桃，让我好好养着。大表哥说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干这点活就走了，于是把院周围的土坡又都翻了一遍，还挖了好几个坑，说是让我种树，以后他要来乘凉。你们说我该种点什么树好呢？经过昨天大表哥的一段神操作，我的小院成功的比原先更乱了。今天先处理屋里的墙面，原先的墙面都是用黄泥糊住的，现在也都掉得差不多了。为了以后吃饭别吃出泥来，索性把墙面全部都铲掉，露出原版的石头。后来又觉得这些参差不齐的石头不好看，又让师傅用水泥给糊上了，起码还结实一些。大表哥临出发前又在院外挖了几个坑，顺带把桃树也给种上了。剩下的细节工作我就全给包了。人多力量就是大，种了棵桃树的功夫，屋内的墙面就差不多完成了，还把东墙的窗户给拆了。今天的风格外的大，我又喊了隔壁村的黄导演来帮我种树。好多人都建议我多种桃树，等着打造一个世外桃花源。大表哥开始疯狂挖坑，我们就跟着不停地种树。要想富，少玩手机，多种树。夕阳西下，一天就要过去了，看来得留大表哥和导演吃饭了。我是田园小苗，前段时间看中了这套老房子。原本是觉得房子安静，视野大，又靠着湖边，夏天呢也比较凉快。没想到天气变暖，这片樱花林给了我更大的惊喜。这2天打造这个茅草屋实在有点枯燥，所以我回老家把闹闹接了过来。看来他也很喜欢这里，一直跑来跑去，玩得很开心。即使是大晴天，湖边的风还是特别的大，所以先把屋顶刷了一层水泥胶，再盖上茅草，这样就结实多了。隔壁果园的宋师傅这几天天天来帮着干活，说是要跟着大爷学学手艺，艺多不压身。窗户上的茅草有点太长了，我来给剪个齐刘海，毕竟以后也是门面。我们最初工作挣钱都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大多数人干着干着却把挣钱当成了目标，而忘记了生活。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小院儿，打造好了欢迎来做客，我这里有菜有酒，就差有故事的你了。把前些日子淘来的古砖铺在地面上，底下铺了一层薄膜，防止地面反潮。西边的屋子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老鼠洞，铲了一些水泥，把它全给堵上了。有时候我们不要总是去试图弥补自己的固有劣势，你会发现一辈子的时间根本就不够。人变得优秀不是靠补足劣势，而是靠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够顺顺利利，
加油！我是田园小苗，今天去镇上的木材厂买些木板，准备把院子围上个围栏。之前一直在纠结，围栏到底是用木头好还是竹子好，最后还是选择了木头，感觉跟石头房子更搭一些。下午，老板送来了中午订的木头，看到我的小院，他非常的兴奋，当时即兴作诗一首。好清楚的，咱这比那个好点有点刺激啊！一个鬼子还光家，我一来到一个那个水果小两口看起来花个菜都有，他这一个，你只要工作早前在这干活，你出来以后，花他的花一他就来到。这位大爷有一种自信满满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不是那些在象牙塔里喊着我有多热爱生活，而是经历过苦难，见过丑陋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你们觉得这诗做的怎么样呢？朋友听说我围栅栏，特意送来2桶沥青，搭了个临时的小灶台，把沥青放上去熬化。趁着这个功夫，把院子里多余的土铲平，垫到别的地方。这个院子被大表哥压得太结实了，费了好大力气才能刨动。想到以后还要刨坑、种花、种草，我就有点后悔把院子压这么多遍了。把熬化的沥青淋在木板上，放在一边晾干，再用水泥把木板固定住，栅栏的木桩就算是完成了。对了，你们知道沥青起到什么作用吗？我是田园小苗，试了试昨天固定好的木桩，水泥已经干了，非常的结实。今天继续刨坑围栅栏。不知道为什么，在花下刨坑总是会想起来黛玉葬花的故事。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向朋友借了一台发电机，准备用气枪把木板运堵。结果刚打完2排栅栏，发电机就有了新的情况，不能再用了。没办法，只能先把木板量好差不多的高度，为以后做好准备。院子外面的樱花从盛开到凋谢，只用了1周的时间。其实，樱花最美的不是盛开，而是掉落时的凄美。我知道春去秋来，花开花落，逝去的将永不再生，可生命还是得继续。有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更喜欢莫道桑榆晚，为霞上满天。唉，还是好好研究明天怎么扯上电吧。我是田园小苗，改造的老房子一直没有电，这真的是个难题，导致了很多工作都进行不下去。我的小院不远处有一片几百亩的苹果园，商量了一下，从那里扯下来一股电，先把小院的栅栏完成。天气突然阴沉沉的，感觉随时都能下雨，看来得加快速度了，要不然一会儿下雨，电线漏电就麻烦了。上期的评论里有好多朋友建议我直接太阳能发电，这个我之前也想过，只是目前对我来说开销有些大，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有了老妹儿的帮忙，速度确实提升了不止1倍，老房子有栅栏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果然没一会儿天就阴沉沉的开始下雨了，看来只能明天再继续了。我是田园小苗，昨天下雨没来得及做完的栅栏，今天又来继续整理了。从小就很喜欢下雨后的天气，空气中夹杂着的泥土气息，让人的心情十分的放松。
老房子的围栏从开始拉木板到现在完成，用了接近4、5天的时间。不是发电机不能用了，就是下雨天不能再继续了。不管怎么样，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是再往前走就好了。大家觉得这个栅栏成品怎么样呢？喜欢的给我留个关注，咱们一起改造老房子。大表哥的挖掘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把二表哥叫来了，在小院的边上挖了个坑，把之前的石头全部埋进去，挖出来的好土以后用来种花用。用涂料画了个鱼池的形状，让二表哥顺便给挖一下。没办法呀，这个院子全部都是黄泥，特别的硬，让我自己挖鱼池，估计1周也挖不出来现在这个样子。去喝了口水的功夫，二表哥就把门口也挖好了。改天挑个日子就得把门安上了。鱼池的大框已经挖好了，剩下的就是处理一些细节。你们猜鱼池挖了个什么形状呢？看别人做的鱼池都说要做过滤才行，要不然时间一长水就容易变得很浑浊。那过滤到底该怎么做呢？有没有懂的朋友们呢？我是田园小苗，改造老房子挖了个鱼池，结果鱼池的过滤到现在也还没搞明白。今天和老妹儿去河边捡一些石头，用来装饰一下鱼池。如果说大自然是一幅画，那么再好的笔墨也无法描绘它随处可见的绚丽。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石头，由于常年接受河流的冲刷，变得更加的圆润鲜亮。好看的石头太多了，我得多捡一些。大自然有种很神奇的力量，有时候会觉得站在它面前，自己看起来是那么的渺小，那些难熬的事情似乎也就微不足道了。石头真是太沉了，这个都是实打实的重量，幸好有老妹儿跟我一起抬着袋子，要不然我这80斤的小体格子根本搬不动了。正在抬着石头，忽然来了一位热心大哥，二话不说就把石头给我们搬到了车上。啥也不说了，明天继续加油吧。回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这几天的天气不好，感觉随时都能下雨。先把帘子抱到屋里面去。钉这个可比钉木头难多了，这才一小会儿，我的胳膊就酸得受不了了。大家觉得我钉的这个好看吗？评论区告诉我吧。我是田园小苗，今天终于要按大门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果断喊了隔壁村的黄金导演来帮忙。我这1.63米的个头，80斤的小体格子，没想到从一开始改造老房子，干的就全部都是力气活。这饭量啊，也开始每顿多加了个大馒头。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改造，体重更是直线飙升到82斤。看，干吃不胖，我也很无奈呀。谁能给我支个招啊，让我多少的长点肉啊？老房子紧靠着湖边，风特别的大。为了让门牢固一些，我又特地在下面撑了2根木头，先用气钉枪暂时固定一下，等水泥干了就可以钉上木板了。希望明天别再下雨了，要不然我这门又得往后拖了。我是田园小苗，昨天刚把大门灌上水泥，还没等干呢，结果今天又下雨了，赶紧把水泥上面盖上袋子。院子里面都是黄泥，下完雨走路都自带负重，脚底下的黄泥就跟踩高跷一样。先用石板把院子简单的铺一下，起码不用再踩一脚泥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流言蜚语我们不用去管它，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够了。赶紧来小院，把门口再继续整理整理。连着下了几天的雨，早上的空气都透着一股凉意。妹妹也套上了围脖。门口采用了最简易的方式，在门柱的基础上搭上了3根横梁，然后再依次钉上木板，最后再铺上黄草。体力活还是多亏了黄金导演。季节到了，紧挨着老房子的那一小块地，让大爷们给种上了花生，另一块地再种点芋头。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梦想，以为远方才会有风景，
但其实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人生短暂，转眼间岁月就悄悄地走掉了。尽量别让自己留太多的遗憾，不要错失了白天的太阳，又缺席了夜晚的星星。山上果园里的周大哥送了我一块石槽，说看中哪块随便来拿。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和老妹儿去把石槽搬来，发现了2个门阵石，一看就很有历史了，还有2块猪食槽，一起搬走。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向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跟老妹儿把门阵石先搬下来，找好位置。这石头真的是很沉，使出了洪荒之力，也只是挪动了一点。看来这重活呀，还是得让黄金导演来帮忙。小院有了这门阵石，感觉更有味道了，你们觉得呢？事情还是要回到几天前，我来周大哥的果园闲逛，发现了好几棵紫藤树。周大哥说喜欢的话就送我2棵，于是我毫不客气的就来挖了。桃树不仅仅是个力气活，还得胆大心细，不能伤了根，要不然容易养不活。整整1个下午的时间，我算是跟这2棵紫藤树耗上了，终于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把它们带回了小院。先给树找好位置，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角度，还是让黄金导演帮忙参谋参谋，毕竟他走过南闯过北，就差火车道上压过腿了。辛苦了一天，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再给他们修剪修剪。大家帮我想想，紫藤怎样修剪成活率才会高呢？我是田园小苗，昨天种了2棵紫藤树，关于怎么修剪成活率才会高的问题，大家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有人说紫藤很难养，没有土球根本就活不了，也有人说紫藤很好养，剪枝条把水浇透它就能活。有建议用生干粉的，也有建议让我给树打吊针的。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种紫藤树，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大家的建议我都采取了一点，能不能成活还是要看它的造化了。前段时间种的桃树长得很旺盛，一根枝条上长了10几颗小桃子。听大人们说，第1年不能让它结果子，我也只能狠心把桃子都剪掉了。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吗？如果大家还是想吃桃子，我带大家去周大哥的果园里摘，毕竟紫藤树都要来了，更何况是桃子呢？我是田园小苗，关于刚栽的2棵紫藤树，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说，打点生干粉，再多浇些水，一定能活。所以去市场买了几袋生干粉，和水搅拌均匀，就给树灌上了。真没想到大家都很关注这2棵紫藤树，也很感谢大家给我提的宝贵建议。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田园生活呀。最近湖里的水位下降了很多，湖边也出现了很多的田螺。可惜小院的炉灶还没有做好，要不然就可以来一盘辣炒田螺了。网上买的花今天先到了1只，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这口破缸我注意它好久了，今天可以派上用场了。这看起来像砖头一样的东西，放在水里泡一泡就成了营养土。因为老房子的土都是黄泥，特别的硬，怕种花撒苗栽不活，这样掺在一起成活率会高一些。等这2天订的花种子陆续到了，就要开始种花了。你们觉得种在哪个区域好呢？可是这样光秃秃的真的好看吗？原本计划着小院铺水管从这里走比较近，后来又觉得还是留下这块岩石比较好，所以水管就只能从屋子后面绕了。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工具的问题，这把锄头刨2下就开始掉头。这2天的大风刮得茅草都差点掀了盖儿，我得再好好固定一下。对了，干活一定要戴手套，要不然还容易像我一样划伤。
好多人一直惦记鱼池怎么还没开始弄啊。说实话，不是我不想打理，是确实要好好规划规划呀，要不然鱼一漏再返工代价那就太大了。大家给提建议，这个鱼池怎么弄会更好呢？Hello， 来跟我干活吧。前天路过一婶子家门口，发现她家的竹子种得不错，主要是婶子人很大方，说看中了随便来刨，所以今天我就来挖竹子了。这个小花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摘这个吃，特别的甜。在农村生活这点很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非常和谐。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做的好菜都会分给邻居们一起吃，当然隔2天家里桌子上也会有来自邻居家的好菜。这个锄头又开始掉头了。婶子说刚挖出来的芽好痒，我就多刨了一些。本来是想挖些竹子，结果根系显得太复杂了。好吧，我放弃了，不再霍霍这些竹子了。对了，刨完了坑记得把坑给填回去。看我老妹儿这架势，是不是帅呆了？用尺子量一下距离，刨好坑，把竹子芽种在里面。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对了，就是硬背墙。其实日常发生的都是事情，原本不带色彩，我们怎么去表达，就会有怎么样的色彩。是不是天了？今年的不好，这个差不多了。天，快点看看来，快点冲得吧，冲得，咱这个不送的。日常生命。这几天的风大，用稻草把竹子给固定好。给它们多浇点水。大家说，这得多久才能长大呀？图片是正常的大花朵，现在光有根儿，也不知道对不对摆。用营养土把它们种在栅栏外面。上次剩下的生干粉也浇一些。这么小的苗，不知道明年能不能长出花墙来。小院的小路，我想了好几种样式，大家给参谋一下，哪一种更适合我的老房子呢？我也是第一次打造老房子，很多事情都是从没听说过到慢慢了解，越来越明白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办这句话的意义。之前有朋友私信我，说是关注我很久了，也很喜欢老房子，别的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自己呢是做卫浴生意的，老房子的管道和厕所让我别管了，包在他的身上。起初我只当是句玩笑话，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就开车来了，针对小院的改造也给出了很好的建议，说和老妹儿把鱼池的管道给铺上，再挖一个出水口，以后呢清理鱼池也会方便很多。专业劳动30年。别爸爸啊！偷了。把鸡蛋柜搬到厕所，量水平，打眼，一气呵成。欢迎来我家吃酒。鸡蛋柜的颜色我很喜欢，是非常大气的水泥灰。看这镜子，和老妹儿免不了欲出美一个。还换死！哎呀，这个工作还换死。水管接通后，小院里终于有水了。跟黄金导演搅拌一下水泥，先把马桶的地面给搞定。等水泥干的功夫，把鱼池的排水管给铺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用，逼自己去做不像自己的那种人。强大固然是好，但脆弱也没有什么错。一个人也不用活得像一支队伍，只要活得像一个人就可以了。有尊严，有追求，有梦想，也有软弱，有颓废。小院的厕所改造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是田园小苗，看天气预报说过2天有雨，为了不让小院再一踩一脚泥，还是准备下先把小路给铺上吧。
小强，我看花牛在那大。别偷了！快看，在那偷啦！快看冒芽了！啊，冒芽了！看，冒芽了！哇，这才冒芽了！前两天种的花苗还真的有的发芽了，把我和老妹儿给激动坏了。移栽过来的2棵粉头树，西边的这棵生长得很好，嫩叶也长出来很多，而另一棵就有些不尽人意了，可能是当时留的枝条太多了。不过细看也冒出了一些小芽，不知道后期会怎么样。门口的鸢尾花生长得很旺盛，真的是应了大娘那句话，这花遇水就火。那壁墙的竹子也抽出了新叶，只是这蔷薇花有2颗的叶子大部分已经干枯了，还好也有存活下来的。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有着自己的节奏，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黄金导演带来了几块西瓜，西瓜很甜，就是这一抬头看见老妹的造型，有点忍不住。你们就我留一口行不行？小月的小路也准备这个铺法，大家觉得可行吗？先把门口的石板搬到院里，再平整一下小月的石块和垃圾，为以后铺石板打好基础。蔷薇的花苞马上就要开花了，一夜之间连石槽里的花种子也冒出了芽，其他的花苗也越长越旺盛，都有点挤不开了，过几天就得移到院子里了。有时候会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到处走走，是不羡慕别人，不受约束，多积累人生经验，这应该就是最大的意义吧。好像一点也不复杂。因为现在土还比较松散，赶快再把门口铺一铺，把地势低的地方先垫一下，毕竟是大门口，还是拉上中心线铺比较好。每个石板中间的缝隙也一定要比对好，这样铺出来就会整齐很多。短短几秒钟的视频，现实生活中却累得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幸好是下了这一场雨，要不然院子里都是黄泥，太阳一晒就跟石头差不多，跑也跑不动，就更别提平整院子了。一场雨过后，花生窜了个个，小苦苣开花了，菜儿菜、牦牛苗也开花了，田间地头也到处都是窜菌草的踪影。你们知道吗？这些都是清热解毒、散瘀消肿的良药呀！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我的老房子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小月的主路算是完成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是田园小苗，5月真的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好雨之时节。昨天的一场雨也给小院带来了清凉。今天把茅草屋旁边的空地整理一下，这些都是鱼池挖出来的土，把它们平整一下，再种上花。劳动真的是付出就马上会有回报的事情。收拾完感觉敞亮多了，纸杯里的花苗感觉都挤不开了，把它们移到鸢尾花旁做个伴。厕所旁边的小路也一起铺上，鱼池旁边准备做个秋千，到时候荡着秋千看着美景，想想都觉得是一件很舒服的事。这个黄色的蔷薇花放在东墙这边，石头房搭配大花朵，也是不一样的风景。梧桐树上的小鸟就像是在叫好。看完成品就后悔为什么没早点去花卉市场，而是买了4千老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花。大家觉得小院里种上花是不是更好看了呢？把这盆花栽上，看起来有点像牵牛花。你看这小小的一盆花，根系竟然这么复杂。买的时候老板和我说了一串洋气的名字，我也没记着。4、5月的天气真的是最舒服了，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年华尚在，岁月未老。老房子收拾了有2个多月了，
现在总算是有点感觉了。大家一起和我见证小苗的变化吧。我是田园小苗，停了大半个月的鱼池，今天终于开始整理了。老一辈都说宅以泉水为血脉，小院有一汪鱼池更是画龙点睛。鱼池挖了一个阶梯层次，最浅的地方有60公分，最深是80公分。先给鱼池铺上防水膜，用砖头压实。今天是小满，预示着炎热的夏天真正的来了，所以今天晚上准备来个通宵，把鱼池给弄好。照明灯都拿过来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负责小工。有时候想想，人这一辈子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发点小财，那就是天大的福气了。为了加快进度，我也下来试着垒砖，结果好几块都不合格，不是高了就是矮了。看来我还是回去干我的小工吧。本来想通宵垒吧，结果到了半夜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还是明天再接着干吧。我是田园小苗，昨天想通宵把鱼池给搞定，结果到了半夜实在熬不住了，累的今天早上也没爬起来。看来这熬夜的事儿以后还是要少干呀。黄军哥说多给鱼池喷些水，这样会更结实一些，顺便再浇浇花。下午的天又阴下来了，赶紧继续垒砖。上期有好多朋友建议我，鱼池一定要做好过滤，做好循环水，要不然鱼后期会生病，容易养不活。最开始鱼池我想的是比较简单，挖个坑用水泥固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有很多改造老房子的前辈告诉我，没有过滤，时间一长就是一滩臭水。那像这个鱼池，过滤到底应该怎么做好呢？我是田园小苗，我在老家改造了房子。一开始觉得挺简单，但是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光是这个鱼池就折腾了3天，还是多亏了黄斌导演。他打造自己的老房子已经有2年多的经验了，很多事情我还是要多跟着他学习学习。今天把鱼池的边缘给垒一下，糊上一层水泥，把前些日子在河边捡的石头放上去，石头的大小一定要分落均匀，这样才好看。这个地方准备做个造型，临时还没想出来具体怎么弄，大家觉得放个什么合适呢？我看见这个世界很大，很多人活成了我喜欢的样子，所以我也想试试。于是在我不停尝试的过程中，我也活成了很多人喜欢的样子，也从中得到了自在、快乐与见识。我是田园小苗，今天是垒鱼池的第4天，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这个鱼池，也针对性的出了很多建议，我全都看完了，果然还是人的力量大。前2天把鱼池垒起来了，今天再把底部用水泥铺一下。然后呢，后头？完活。你这还没大滩水泥怎么办？在释放，有容易的。一不小心把泥给和多了，闹闹也过来视察工作了。没办法，为了不浪费水泥，只能重新先把墙面糊上，最后再铺一层水泥。隔壁朱老板樱桃林的樱桃熟了，我去摘一些给黄大爷尝尝。连续4天都在折腾鱼池，也是很辛苦了。没想到闹闹来到这儿也一下子发了花，先不管它，还是先多摘一下樱桃。黄导，小孩吧，我这里樱桃啊。甜吧？甜。哦，黄导也馋了。看来还是樱桃的魅力大呀，连闹闹都馋了。算了，再给你个尝尝吧。吃完笑完，还是抓紧护墙。这鱼池垒完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是田园小苗，鱼池的基础弄好了，
但是出水口的盖子一直还没到，所以还一直不能放水。那天认水泥的时候，发现鱼池的底部裂开了，不知道是因为我洒水不及时，还是天太热晒裂了。不太懂这个，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麻烦黄导再来补一次水泥。这些日子一直在收拾房子，屋子里面也乱七八糟的。过2天订的门窗就要来安装了，先把屋子打扫一下，因为地砖缝里都是水泥灰，多喷一些水，让它更牢固一些。这个墙面一直没想好怎么弄，坑坑洼洼的，贴防虎砖肯定是不行了，是贴报纸还是再用土泥再整理一遍，我自己也定不下主意。大家觉得该怎么弄好呢？自从鱼池裂缝后又重新补了一次，我这浇水浇得更勤了，生怕再有什么闪失。门口唯一的一棵樱桃树，好几条树枝都干了，把它们锯掉是为了让其他的树干更好活。麦子估计再有2周就可以收割了。下午的风大凉快，老妹儿浇水也更带劲了。把桃子再见一下，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小时候很喜欢摘这个吃，我们就叫马虎眼，你们叫什么呢？明天木工说要来安门，去牧场挑选几根木头，用来做凉亭和秋千。到时候让他们一起拉到小院儿，又节省了一笔拉木头的费用。出来的匆忙，忘记戴手套，抓木头又扎了不少的刺。帅气的老板最后送了我小半车的碎木块，说不用了，送我留着烧火做饭。一天结束的真的好快呀，真期待明天小院安装上门窗的样子。我是田小苗，一大早我就来老房子这儿了，没想到木匠师傅来得更早。看这一门口的木头，我就知道我的活儿又来了。厕所的门已经让大爷给安上了，木匠可真的是个纯技术活，一看二摸3听4闻5敲的小木步骤都有技巧。刚刚才发现今天跟大爷撞邪了。从刚开始打造老房子，我就一直在找木匠师傅，但是真的不好找。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用的铝合金门窗，所以木匠是越来越少了。这位师傅还是我从别的乡镇找过来的。老房子就是这一点不好，石头有大有小，门框按尺寸做好了，被石头挡住就是放不进去，只能再重新改厚度。窗户上面本身是圆形的，但是忘了跟木匠师傅说明白，结果做成了3角形，只能再重新在上面加木板了。量了一下尺寸，用纸壳画个模子。昨天挑选了几块木头，用的邮电锯让大爷也给截断，省下自己手工再去截木头了。来到大爷的木头加工地点，把窗户缺的那一块给补上。手艺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木屑一直往嘴巴鼻子里面钻，呛得我一直咳嗽。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大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方寸原木之上。回到小院就开始不停地调试。我个子小又比较瘦，比较灵透，上层划线的活我就主动包了。小院的门窗已经安好了，大家觉得要不要涂点颜色呢？涂点什么颜色和小院更搭呢？我是田小苗，之前说过这里想搭个秋千，今天就开始动工了。先把木头竖着交叉在一起，最后上面再放一根横梁就可以了。这样的秋千越用越结实。用水管测量一下平衡，再用钉子暂时固定一下。这根木头太长了，用电锯把木头截断，等着放在秋千的最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能让人快乐的事儿是很多的，只是我们都太过习以为常，渐渐忘了这些事物是有多么的美好。有时候是一顿简单的饭菜，或者是夜里亮起的灯光，又或者是夏天一阵清凉的风。拥有的时候太过稀松平常，直到有一天突然失去，才会发现这一切都是生命里那么重要的存在。秋千已经搭好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底座。大家觉得是用轮胎还是再用木板钉一个呢？
我是田园小苗，还记得小院之前的样子吗？那时候就有好多朋友建议说一定要给小院里搭上个凉亭，这样就可以坐在院子里乘凉看风景了。把凉亭的柱子先固定好，这里的坑大，来进去大概得有40公分左右，再用尺子确定一下木头之间的距离，最后再和点水泥把柱子固定住就可以了。我做的凉亭是上面搭木头的那种，以后可以看成葡萄架或者是花架，不仅凉快还比较美观。刚才出去买点东西，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就多了一盆小苗，看样子有点像瓜果的苗，大家有认识的吗？因为要等到水泥干才能进行下一步，所以今天就只能先到这里了。小凉亭搭好了，有没有要来喝茶的呢？小院之前里的电都是从果园里扯的临时电线，因为要给果树打药需要用到这根电线，所以今天我只能重新再理一根接到小院。有好多人问我鱼池现在什么情况了，怎么不后续更新呢？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给鱼池喷水，等明天鱼池排水口阀门到了就可以放水了，希望不会出什么岔路，大家和我一起期待吧。我是田园小苗，鱼池终于可以放水了。今天小院里多了一只金毛狗狗，叫小白，是闹闹去年冬天生的娃，才几个月的功夫，体型就跟闹闹差不多大了。接了3根管子，用了接近2个半小时，才把鱼池放满水。2个狗狗在一起就是特别的粘人，走一步跟一步，摸摸头，看了谁都不行。有人说我的鱼池不像是鱼池，反而有点像泳池。别说，就今天这个温度，我还真想下去泡一泡，凉快凉快。让我纳闷的是，人家的鱼池都是清澈见底，我这个怎么这么浑浊呢？找到了一块木板，准备放在秋千上。清河老妹儿听说一会儿可以当秋千，跳得很是卖力，把周围的土再平均一下，高度来回调试了好几次，终于在天黑之前让上了秋千。小白很粘人，有几次差点撞到他，但是说了也不走，就一直围着他转转。鱼池放满水了，秋千也做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是田园小苗，昨天鱼池终于放上水了。今天一大早来到小院，结果傻眼了，池子里的水下降了接近20多公分。防水膜我已经铺在水泥上面了，不可能会漏水吧？大家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愁归愁，活还是要干的，把凉亭搭起来。木头太沉了，举了一会儿胳膊就酸得很，用头顶着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有点磕脑袋。用最原始的方法量一下水平，再用绳子把木头绑起来。担得住80斤的我，还是很结实的。有点失策了，木头截得有点短了，本来想搭上去前后能够多余一些，这样还能给鱼池遮遮太阳，结果这才刚刚能够绑绳子。算了，还是先这样放着吧，改天再去选木头。小院里有个鱼池，真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这无缘无故水变少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闲空把凉亭的地面整理一下，这个大木盘准备用来做茶桌，植物的生存能力可真不可小觑，被压在木盘底下依然能够破土而出。这凉亭下的土还是之前挖鱼池挖出来的，结果现在整体地面太高了，所以在铲到茅草屋后面垫一垫。休息时间把妈妈给的丁香花给种上，这大热天的，闹闹在我身边喘着粗气，一股接一股的热浪不停地往我脸上喷。好多朋友都说我的小院改造的进度实在是太慢了，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点点研究着干，偶尔黄金哥过来帮帮忙，2、3个人干得还快一些，虽然步子慢一点，但也是在往前走。玫瑰花还有很多，秋千附近也再种上几棵。有很多朋友说我买的是月季花，不是玫瑰花，说的人多了，把我自己都给说懵了。我也不管是啥花了，开出来是香喷喷的花就可以了。之前买的素签花干果然没有再活，一共买了6颗，活了的1颗。
我是田小苗。昨天有人说10点浇水也有点晚，所以今天7点多钟我就来小院浇水了。这2天的太阳太毒了，天天浇水，这花也蔫蔫的，也有可能是没有阴阳遮挡，暴晒，水分就蒸发得快。有好多人私信我，想让我给邮寄一些玫瑰花。其实这个花我也是刚种上，还不知道成活率到底高不高，大家还是和我一起先试验一下吧。又是风大的一天，小院里的绿植多了，每天光给这些树和花浇水就得花费2个多小时。这棵樱桃树最后还是没有挺过来，周围的杂草倒是长得挺旺。6月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眨眼就乌云压顶了。隔壁村的王美丽给的葡萄也终于冒芽了，不知道以这个速度什么时候能请大家吃上葡萄。忙活了一大早还没有吃饭，生活就是这样，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少不了付出。人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本可以，却因为懒惰而荒废。毕竟事儿都是干出来的，没有想出来的。鱼池有点脏了，明天把水放了，重新再放新水。都说这样来回放水养鱼池，是真的吗？水太清了。我是田小苗。昨天关于鱼池便利的视频上了个小热门，有怎么改造小院的建议也多了很多。有朋友说鱼池不想便利就得买杀菌灯，也有朋友说不管买不买杀菌灯，只要有太阳暴晒，便利是早晚的事儿。更有朋友建议直接让我改成小泳池，说是鱼池后期太操心了，还是泳池好。朋友们给的建议越来越多了，让我这个改造小白还真有点摸不着头绪了。先放水泡2天再说吧，把小院里的花再剪一剪。都说现在剪花，秋天可能还会再开一波。为了下一次的美景，我只能狠心把花都给剪了，也不知道剪的对不对。我真的是有点不散。我是田小苗，养了半个多月的鱼池，昨天终于被我冲洗干净了。鱼池边上的草太多了，容易招虫子，也都清理干净。本想把排水口绑个铁丝网，害怕换水的时候一被水冲走，结果管子和水泥太腻歪了，一点缝隙都不给留。有个养睡莲的朋友送了我几颗睡莲，舟车劳顿了好几天，先把它们泡在水里接再发。花盆底下放上石头片，这样在水里就不会漏土了。土的话大约放1半就可以。对了，朋友说在盆底放几粒肥料会更好。把睡莲浅浅的埋到土里，上面再压上石头。你们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吗？买花盆的时候，老板娘送了我几棵水生植物，说是不用土，直接扔水里就行。这样真的可以吗？忘了先放睡莲再放水好了，想着是光脚把睡莲放进去，结果刚抽的井水冰冰凉，又不敢下水了。那就让它自己找地方吧。把睡莲的叶子翻过来，刚放上睡莲，鱼池有些浑浊，是不是明天沉淀下来就会好很多呀？昨天收到的时候还是翠绿的颜色，今早上就有点蔫了，叶子整个的泛黄，甚至还有些烂掉的迹象。鱼池里也覆盖上了一层泥土。有没有朋友知道睡莲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有没有办法补救呢？好几天没做秋千了，今天一做感觉不太对劲儿，仔细一看才发现5股绳子乱的就还剩1根了。估计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来小院玩给做断了，总感觉我这小体格子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威慑力，改天再重新修整一下吧。把2天下的草再重新清理一下，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小院里没有硬化，下了几场雨，杂草到处都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项目就是各种除草，估计因为是改造的第1年，杂草格外的多，前头刚薅完，后面就又长出来了。姐，你快来救我呀！哎呀，你看呀，你个秋千都花成什么样了？哎呀，你别天这个做完了。秋千本来还想撑2天再换绳子，现在可好了，还是一会儿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换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今天把小院里支上灶台，前些日子抽空搭了个临时灶台，现在才把大锅给搬来。昨天是放伏天的第1天，炎热的夏天正式来了。
白天坐着不动弹，汗就流个不停，只能趁着晚上凉快来小院里干点活。先清理一下门口的杂草。隔壁村的黄金哥用实力向我证明，铲草并不是最气的问题。支大锅是个技术活，3个人研究了半天，还没开始天就黑了。把灯支起来，继续干。在老家都是用的大锅做饭，铁锅做出来的饭特别的香。有没有朋友喜欢吃大锅炖的？以后可以一起来小院喝一杯。门口的杂草太高了，容易招惹东西，用镰刀割一下，看着还利索些。想问一下，裤子都变成这样了，还能洗出来吗？进行完最后一步，再用水管量一下水平。2个照明灯烤着，让这个夏天的晚上变得更加闷热了。第一次支大锅，做到这个步骤就用了3个多小时，这个进度算慢吗？今天太晚了，还是明天再继续干吧。我是田园小苗，鱼池缸中的睡莲开花了，这睡莲才种上4、5天。叶子一直泛黄不说，还长了很多斑点。没想到今天一大早，竟然开出了2朵花，淡粉色的花瓣和淡黄的花心，看着就让人心情愉悦。前几天秋千不知道让谁给做断了，一直也没来得及修。有个热心的粉丝大老远跑来给我送绳子，说是钢丝绳，让我放心用。还没来得及说谢谢，抬头就只看见一个红色的车灯了。秋千和鱼池在我看来都是小院的灵魂所在。把老电线拧下来，看着这么粗的电线，我不禁思考，这秋千到底是怎么给做断的呢？远处的树叶茂盛的都快看不到火车了，看着这还没有手指粗的绳子，这个真的做不断吗？把它拧个麻花，穿过锁扣，再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边找平衡，螺丝拧紧，又是一个完美的秋千。脚和踩落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下我家的鱼池里不仅有蝌蚪，还有蜻蜓卵了，可惜就是没有鱼。淘来的罐子想做个水系景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是田园小苗，凉亭下用石磨盘当桌子，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石磨盘经过岁月的洗礼，变得越发的沉重了，3个人抬不动，又麻烦宋格过来一起抬。把石桌稍微倾斜一下，这样以后下雨或者是清理桌子时也能够顺利的流下去。他淘来的半截6种用来当凳子坐，转了茬的那一半埋在土里固定住。考虑到来玩的朋友身高体重的不同，每个6种的高度和距离也都不太一样。把蹭在上面的水泥擦一下，想想坐在凉亭底下喝茶发呆看风景，应该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鱼池过几天要重新砌一下，搞过滤，或许你就暂时先用这里的水了，得充分利用啊。这个大锅的空心脏外表实在是不太好看，用水泥砌一下，先把管子固定好，把烟筒放上，固定好位置，点火，看看这个大锅跑不跑烟，看起来还不错。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干活，衣服啊是一直就没有干过，全能人才黄金哥更是晒伤了胳膊。不过付出就有回报，成品还是不错的，起码对于第一次支大锅的我们来说算是惊喜了。让人无奈的是，干活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热的，干完了天也凉快了，天算晚了，连睡眠也休息了，收工，明天再继续干吧。我是田园小苗，当风和天撞上雨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那就是热得汗流浃背的淋雨干活。最近雨水大，鱼池旁边的土路一踩一鞋底的泥，趁着几天不下雨，把从河边捡来的石头铺上。之前一直打算的是铺草坪，绿油油的不仅好看，还能防止长杂草。但是当我看到河边光滑的石头，计划突然就这么变了。用大石头圈出来大方向，缝隙再用小石头填满。3个人分工明确，老妹儿在最前面除草，黄金哥铺沙子，而我则是填满石子。很喜欢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要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天黑了，明天再继续干吧。今天接着再把主路铺出来。潮湿闷热的天气里，石子也被晒得有些烫手。先画出来方向，跟老妹儿一起把主路铺上，
端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还真的是晕得不行。之前垒的石头没有用水泥，来回走路才下来好多块，把它再砌一下，铺上石子是不是更好看了？有想得周到的朋友建议我铺上土工布或者是撒上水泥，这样就不会长草了。但是现在买土工布又要全部返工，索性就先直接这样铺吧。要下雨喽7月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热得喘不动气，现在就雷声轰鸣，天仿佛一瞬间就黑了下来。当个秋千，先休息休息。忘了不偷懒好了，刚铺了没多少就下雨了。别干了，别干了，下大了，快补啊，小姐，下大了。这雨下得又大又急，赶紧先把工具都往屋里搬。我就说中午的闷热不太对，果然下午就迎来了一场大雨，还是一场太阳雨。蓝天、白云、太阳、雨水，这样的场景我只记得小时候见过一次。刚铺的石子小路被雨水冲刷掉了泥土，睡莲也昂头迎接着大雨的到来。小院中的一切因为这场雨的到来变得更加的鲜亮。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静下心来，听听雨声，闻闻泥土香，就这样什么也不做，很好。你们喜欢雨中的小院吗？我是田园小苗，半个月前撒下的花种子已经和杂草混在一起，彻底分不出来了。有朋友跟我说，我养的是杂草，不是花，赶紧再把杂草拔掉，留下这为数不多的几棵花。把门口的小路再铺一铺。昨天的一场大雨打断了我原定的计划，没关系，再接着继续干。有好多朋友看到我的视频，表示都很喜欢这样的小院，向往这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朋友说也要弄个院子，让我帮忙设计。其实我并不太很鼓励大家一时兴起盲目的去改造院子，并不是远离城市就会越过越好，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好都在远方。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让做，而是建议想好了为什么去改造，有没有能力去改造，要不然最后不仅解决不了之前的烦恼，反而会滋生新的疑难杂症。比如我就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实施起来才发现处处都是困难，而且没有退路。铺了一根下水管道，测试一下出水，还不错。在管子周围垫上些沙子，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吗？鱼池准备做水泵了，循环管也一起铺上，省得以后再挖2遍。干完活和老妹荡荡秋千，远处有渔船经过，读的书少，当时的心情到现在用语言也描述不出来。别说，放上去还正合适。用工具在底部钻个排水洞，倒点水，防止把小瓮里钻裂纹。只是我老妹儿没轻没重的倒的这水呀，实在是有点多呀。修剪一下已经干枯的叶子，之前一直以为黑都是被晒黑的，这些日子我包裹的那么严实，还是黑了不少。今天才知道，原来好多人黑竟然都是被风吹黑的。大锅是支起来了，为了明年能顺利的吃上葡萄，把它挪到凉亭的位置，让它顺着凉亭爬。另一颗也挪过来。众多葡萄中，这颗长得是最大最快的，也不知道爬满整个架子得需要多长时间。老板娘送的水生植物，果然没几天就从1朵变成了5、6、7、8朵。只是这鱼池里不知道为啥有好多的青苔。之前虽然水也发绿过，但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呀。是因为种了睡莲吗？
还是因为这个水生植物呢？姐，这么多西瓜让它玻璃给打碎了。哎呦，我怎么这样？这一块玻璃得好几百块钱吧？哎呀，不能没有又掏花了，好几百块钱就花到玻璃上了。我是田园小苗，一大早来小院儿，发现玻璃竟然被砸了个大洞，看着散落了一地的玻璃碴，说不懵是不可能的。小院因为地处偏僻，又加上还没有收拾好，所以一直没有安大门。偶尔有过来玩的朋友，也没有太在意。现在刚安上的玻璃变成了这样，是在提醒我该注意保护了吗？让我惊喜的是，鱼池里的另一棵树叶也开花了，只知道好看，也不知道叫什么品种了。前几期作品里有人说下雨了，你又该除草了。是的，今天我又来除草了。为什么把野草连根薅掉，还是长得这么快？这个地方我已经除过3、4次了，感觉以后要是再长，就真的该打药了。石板里的草只能用镰刀连根挖掉，屋漏偏逢连夜雨，不把手给割了。秋千旁边种的爬山虎开始破枝爬墙了，栽的葡萄也很鲜旺，只是这玫瑰花有好几棵都长了黑斑，有没有朋友知道这该打什么药呢？昨天我们这个古城开城逛了一天，看了不少景，但走路多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比干一天活还累。黄豆一大早就把门口的杂草都给除完了，这做事儿干净利落的感觉，我真是自愧不如。小院里来了2个小男子汉，说是要体验下生活。看着卖力的样子，中午怎么也得给加2句饭。都说水葫芦不能养，我想把它拿出来，结果一看开花了。睡莲的叶子越来越黄，花开的却越来越精炼了。抬上几车土，把大锅周围铺上石板，这样以后做饭就不会一踩一脚泥了。加把土垫一下，找一下平衡，再用沙子均匀撒一下，铺上石板会更加的牢固。院外经过2位老人，3伏天的正中午，扛着从山上捡来的柴火。我问他为什么不下午凉快些再来，大爷们说太晚了就没有得捡了。能在这个天气出来干活，要么为了谋生，要么就是挺热爱的。谋生很辛苦，热爱则是辛苦并快乐着。愿以后的日子里，大家努力工作，不仅为了谋生，还有热爱。哦，对了，大家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呢？我是田园小苗，小院里人多就是热闹。2个小家伙因为玩秋千，剪刀石头布都使出来了。不过这才荡了没几下，大人子就吆喝着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翻张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没认错的话应该是赤练蛇，我们家这儿叫红将它。老人们说看见这种蛇是会发财的。对蛇不太了解，小时候看见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你看现在也是一样，只是看着它动了，吓得鞋都掉水里了。因为小院里有小家伙们，壮着胆子哪会赶出去。平静一阵之后，还是要干活的。大院子只要让它动，就异常的开心。阿康则是闷头苦干，不怎么说话。今天这个秋千倒是没选下，用竹片把影壁墙支起来。本来想是用竹子，结果这长得稍微有些缓慢了。对了，竹子一直没有做防护措施，现在做还管用吗？鱼池里发现了好几个青蛙，突然就明白为啥小院里会有蛇了。小院的秋千果然是孩子们的最爱，荡来荡去，天都快黑了，一直也没有轮到我。难道还要我再做一个吗？我是田园小苗，前些日子下雨，2天下的地面也成了一锅粥。这2天听说还有雨，赶紧再把地面铺一下。有时候大家看着改造很简单，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改造都是自己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动手改造很快，怎么改造，怎么去操作，对我来说才是最费脑、最费精力的。蚊子有点多，一位改造小院的哥哥给推荐了蚊香，他家的院子几乎没有虫子，我也赶紧点一根熏一熏。这副手套让我戴的已经伤痕累累了，被虫子啃食的叶子和娇艳的花朵，期待着它们快快长大。我深知自己并不优秀，遇到一些晒太阳的人，我追赶不上，但
像是可以学着他们奔跑的样子，也往前走上2步。哪怕最后什么也没有，起码也曾被光照耀过，往后也能照着光的样子生活。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学会模仿。这一个枝子就出了这么多的花苞，是不是要剪掉一些呀？剩下的傍晚，知了掉了个没完，空气就没有那么的闷热黏腻，把10把缝隙都填满石子。趁着天还有丝亮光，看看傍晚的环境，看看美景，感觉一天的乏累轻了一大半。今晚你努力，明天再给大家看成品吧。我是田园小苗，研究了2个多月的鱼池假山，今天终于开始做了。把捡来的石头搬到棚边，门口的扫把草长得真是越来越漂亮了。推上1车水泥，先把基础打好，用空气砖把整体的水平抬高，再把淘来的破了一块的磨盘放上，调整一下位置。当时纯属是按照喜好捡来的石头，现在怎么排列又成了问题。高温天气下，身上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湿，用木板把头数撑一下。只用1个磨盘感觉有些单调，用砖把磨盘后面再垫高一块，石槽放上去，这样层次感就更强了。不过这个石槽实在是太沉了，又加上地方狭小，费了个大劲儿才给安上。石头搬过来吊过去，角度还没找好呢，我这一个激动，一个脚滑，一条腿就进了小鱼池。洗手盆临时充当了晾衣架，鞋袜有晒一下。幸好车里有备用的衣服，要不然这可就尴尬了。我这心情还没恢复过来呢，这边石头有卡缝里拿不出来了。这一天过的心情真的是跌宕起伏啊！早上看新闻，这洪水才刚退，疫情又卷土重来了。我们总据说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能做的也就是珍惜眼前了。还有，尽量别出远门，我这也帮不上什么忙，做到不添乱就好了。假山做好了，我的裤子也干了，把淘来的罐子摆上。大家说是不是有那个味儿了？我是田园小苗，这鱼池的假山昨天做好了，今天再把过滤也做一下。这鱼池里的水葫芦和浮萍，从刚开始放上，私信就没停下过，说它们分生的很快，而且还污染水质，都在劝我赶快扔掉。老板娘当初只送了1颗，几天的功夫就这么一小堆了。百万小莲这2个月了，还是这么的漂亮。网络上买的蔷薇也开始抽枝了，看我这1块钱1颗的月季，也大部分都开花了。这是蜜蜂在游泳吗？你看这肆意的泳姿。说实话，鱼池没有过滤真的是太脏了。前几天下大雨，泥土把排水口给埋了，清理干净放水。改造小院，鱼池和种花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坑了。在这2样上面栽过的跟头，吃过的亏实在是太多了。建议想改造小院的一定要慎重挖鱼池，在葫芦棒这边垒上1道，用作过滤。用水枪把睡莲叶这上的青苔冲一下。假山临时用的自来水，看看水流的效果，感觉还不错。这个石槽里我想种上铜钱草，会像水葫芦一样污染水质吗？期待明天过滤口干了，鱼池重新放上水的样子。我是田园小苗，没想到前几天做的鱼池过滤发响那么大。昨天去鱼市，老板给了我1包石灰和强力碘砂，说是把石灰放在鱼池里4-5天，可以调节水的酸碱度，养鱼的成活率会更高。那就先撒上石灰养养水。石灰块刚到水里就化成了一坨，也不知道对水莲有没有影响。从花卉市场买的铜钱草放到石槽里，这些花草整了1道罐子里。认识了一位画家朋友，从他家淘来了2盆吊兰，还有2盆铜钱草是土栽的，也挪到罐子里。最大的罐子打个洞，一个太小了，那就再多打1个，放在假山的最上面，把循环管放到里面。最小的水流还是有点大，冲的铜钱草都有点蔫了，还是放个罐子再缓冲一下水流吧。2盆铜钱草也放上，一边1个。鱼池里放上石灰，水域循环就有些浑浊了。
最后还是把头线草掰开，食草一边一个，散落的小叶子也都别浪费了，插在陶罐里。假山配上绿植，这个小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虽然慢，但是小院儿每天都在变好。后面的水泵这边，我扯了一根水管，刚抽出来的井水冰冰凉凉的。我想在这边打造一个小花园，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昨天去朋友那儿发现了一堆好宝贝，荆轲，临走时淘来了几颗比较有眼缘的。看看这么大个疙瘩，这得多久才能长成这样呀？还抱着石呢，代表着事事如意，时来运转。这2颗小的造型也是十分的好看，因为屋里还没有收拾好，就先都放在假山上面。无论屏幕前方的你现在有多难，能不能看到你想看的风景，其实都不用太担心。有时候你力所能及的地方，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是惊吓。遇见该遇见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其实也很不错。大概生活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吧。我是田小苗，今天我的老房子终于要安大门了。一大早我就去把木工师傅接了过来，我的小丽也再一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小半个月没来老房子，架子上的南瓜藤都爬了这么多了，错过了开花的时期，还好碰上了结果的时候。这些日子雨水频繁，连鱼池都快下满了。倒是这睡莲开得无所畏惧，扫把草也长得比梅兰都高。都说白玫瑰代表着纯洁、天真、没有杂质的爱，那这个颜色的花呢？让师傅给焊了一个链接环。还记得小时候爸妈不让我看这个，说是看多了就会尿床。师傅捶捶打打，链接环就这么成型了。用手电钻先在门柱上钻个洞，用来固定大门和门柱，再把链接环的一端打进去，把大门放上看看合不合适。感觉这比绑铁丝确实好看很多了。另一扇门也安上，西边屋子里的大梁之前就没有了，只剩下2个断茬。听附近的人说是好久之前就被人偷走了。当我还在纳闷偷什么不好，为啥偏偏偷梁的时候，师傅把断茬给锯了下来，房间里顿时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被偷的原因我想也应该找到了，这个原来是块柏木。小破房子发现了宝贝，师傅激动地把另一块贴着墙面给锯了下来。我不太懂木头，听师傅说这柏木难找，那这2块大木茬能做点什么呢？取了一个盆儿，连香喷喷的木屑也给装起来，以后可以装一个花苞挂在屋里。大门也安好了，我想刷个颜色，大家觉得什么颜色和我的老房子更搭配呢？我是田小苗，今天把老房子的电再顺一下，因为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没有规律可言。这钻电线孔确实是费了一番功夫，不是钻到一半被石头挡住了，就是钻歪了，线过不来。在屋里量好需要的线长，再跑到外面固定好电线。实在是不想钻孔了，就从门缝里走。之前是从周大哥的果园里扯了一根临时电线，一直没有分区，哪里用电就先往哪里扯电，弄得脏兮兮的不说，还十分的不方便。用线盒固定好电线，整体也比较美观。这就是墙啊，太费钉子了，敲电行了也没敲进去几个。干活的时候就闻到了一阵阵的清香，原来是院里的桂花开了。眨眼已是8月，明年已经过了一大半。很庆幸自己还有大家，还有这个院子。虽然老房子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发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去奋斗，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我是田小苗，秋天对我来说是个很迷人的季节，有代表着团圆的中秋节，有普天同庆的国庆节。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好似所有的辛苦都在秋天有了个结果。小院里也迎来了丰收的景象，随处可见的大南瓜、扁豆和已经打了种的扫把草，各式各样的花也不服输，努力地展示着自己，为小院增添一抹亮色。
说真的，葡萄架上的这2个大南瓜也太大了，我一直在担心会不会断掉。大家说用不用弄个网兜呢？看双生花，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鹅蛋黄的睡莲了。清理一下鱼池的杂物，如大家所见，鱼池已经变得很绿了，但是鱼却生活得越来越自在了。生活真的是需要去努力的，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努力，再平凡的生活都会活出光芒，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大器晚成。好多人一直想看我屋里的设计，其实屋里还一直没有收拾，乱糟糟的。第一天就把东边屋子打扫干净，再慢慢准备搬家具。吃灰蝉差点吃饱了，出来欣赏小院儿。看吧，其实我的生活也并不完全是享受，总是要受点挫折，才知道美好是什么样子。生活也从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把院里所有的门窗都量一下尺寸，因为是手工做的大门，每个门框尺寸都不一样。不知道我画的图，这位老板有没有看懂呢？选的是这种普通的透明玻璃，大家和我一起期待安装好的效果吧。院子大了，每天光是0708的收拾打扫，就占了大半天的时间。天阴沉得厉害，要下雨了，把家里为数不多的财产推到屋里。南瓜结的很多，等熟了，有想吃的记得一定要来我这里拿。喊一声吃饭了，鱼就都上来了。看来吃货也是不分物种的，有胆大的还一直捉我的手指。自从鱼池里放上鱼，感觉老房子也鲜亮了许多。毕竟这是除了老鼠、虫子、蛇以外唯一的动物了。无论你正在遭遇什么样的磨难，都不要一味的去抱怨。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我是田小苗，我想在小院里种一片菜地。这片区域还一直没有打理，长满了草，还不如再种一些菜呢。看距离差不多也就能起3垄。这个季节除了种点萝卜白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比较适合呢？又来喂鱼了。上期有人说我一喊鱼就过来，是因为鱼太饿了，所以这一闲下来就过来逗逗鱼，喂喂鱼。希望以后也慢慢的不那么怕人了。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的院子，其实实现田园生活的成本并不大，大的是你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毕竟优渥便利的城市生活对自己还是孩子都是很好的发展平台。顺着雨后土软，薅一薅石板路缝中的草。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在别人眼中枯燥的除草除虫打扫院子，反而能让我快速的静下心来。又开始下雨了，院子里的雨声、蛐蛐声，偶尔远处还能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这样的环境你喜欢吗？把西边的屋子也收拾出来，墙面最上面的是由屋反出来的，花腻子也盖不住，还一直没有处理。有没有懂装修的？这个该怎么弄呢？门口这个地方我铺满了石子，起码能保证下雨天不粘脚了。天晴了，之前延误的那些事情也该开始了。我是田园小苗，最近私信里好多人都在问我，是不是受了什么伤，是不是离异了，还是生意失败了，所以才会选择去过这样的生活。还有部分朋友鼓励我一定要再站起来，说是年轻就是资本。我听了之后真是有些无奈，随之而来的则就是感动。感谢大家的安慰，但是我真的没受过什么伤，没有结婚，也没有结过婚，更没有做过生意。改造这所老房子是因为我喜欢这种一推开门心就能放松下来的舒适，也喜欢闻刚下完雨后泥土清新的味道，喜欢一抬头就是满眼大面积的绿色，更喜欢这个小院每天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的生活没有颓废，也没有逃避，反而因为小院整天充满了能量。从小就在农村长大，也习惯了这种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其实过这种田园生活，它并不是避世逃离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也不要一直拿自己的生活跟别人去比。毕竟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快乐也不止一条道路，自己喜欢的日子才是最好的日子。我是田园小苗，前几天订的玻璃做好了，老板一大早就给送了过来。
这块玻璃有难度，还是让老板先给换上吧，剩下的就得自己来了。结果这第一块玻璃就遇到了个大难题，这个地方卡的还好，这个地方没这么大的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还是先去订别的窗户吧。手套不知道怎么弄的，又搞丢了一只。感觉这类东西就跟皮筋、卡子、袜子一样，真是买多少就丢多少。把空隙打上点胶，让它更结实，也防止冬天漏风。玻璃店的老板说，我送去的图纸可真是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裁剪完，因为是手工做的窗户，虽然都是在一扇门上，但是每块玻璃的尺寸还都不一样。这也让我订玻璃的时候变得更加的小心，生怕再一锤给打碎了。记忆中我是没有订玻璃的经验，爸妈也很少让我去碰这些东西，可能是怕没轻没重打碎了再伤到自己。只有在每年的冬天，家里给窗户封薄膜的时候，见过他们这样钉钉子。仔细想想，生活倒是个很有趣的事儿。小时候喜欢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仙女，偷偷看电视，还坚定地以为爸妈发现不了，模仿着大人的模样去聊天做事。最大的期盼就是快快长大，毕竟世界那么大，特别想出去看看。可是等真的长大了，又盼望着回到小时候。世界真的是太大了，还是家里最安心。真是羽翼微风，盼望着飞，展翅翱翔，又渴望着归。一不小心又说多了，扯回正题。最后一步，用泡沫胶把门窗和石头之间的缝隙填满，老石头房子墙不规整，这个胶可真是一个好发明。现在是有点难看，等干了再把多余的切掉就可以了。对了，还有这个窗户，大家说该怎么弄呀？我是田园小苗，今天花了60米的价格在路边买了5盆花，大家觉得值不值？我不太懂花，有一些甚至喊不出它们的名字，更不知道怎么去养，但是就是喜欢看花。你们看这盆凤花，真的是开得满满当当的，在门口都能闻到专属于它的清香。这个花感觉有点像三角梅，还有粉粉嫩嫩的茶花。说起这几盆花呀，我感觉我真的是挺幸运的。这是一位老大爷在路边摆摊，我也是刚巧碰上了，就买了几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养好它们。看来又得好好学习养花的知识了。这2盆花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颜色搭配的挺好看的。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天晴了，小院的电也恢复了，第一时间就把过滤给打开，这下可把鱼给高兴坏了。这鲜花鱼池再配上观赏鱼，别提心里有多滋润了。让我们不荒废好时光，不辜负小风景，内心始终有光，好运才会接踵而来。我是田园小苗，今天还上爷爷一起去搬老家具，坐这个3轮车也就只能3001分多，确实是太颠屁股了。大家看这个花纹雕刻，谁能知道这是什么时期的木头呢？一看这桌子和床就在这里堆积很久了，表面都是一层厚厚的灰尘。远处又有火车经过，老家具太多了，一套拉不完，又要辛苦我的小绿了。我觉得生活中真正的安全感在于知道自己每一天都在以某一些方式进步，积少成多，让我们一直能对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大雁南飞，提醒着冷空气真的要来了。角落里还有6个老凳子，上面落了很多的灰和鸟粪，车实在是拉不了了，还是先把这一车搬回去吧。这些老家具不知道是什么材质，3个人抬都有些吃力。本来想放在院子里好好清理一下，结果天阴沉着，马上要下雨，只能先搬到屋里去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索性直接把床找好位置安好。大家说，像这种老家具该怎么处理呢？忙活完了，我正在喂着鱼，爷爷也过来看了看，说是老小孩一点也没错，一会儿摸摸睡莲，一会儿又摸摸鱼，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个小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一直馋地瓜。大家说院子的大锅是不是也得开灶了？我是田园小苗，今天除草的时候发现原来在篱笆外的大南瓜不见了，现在空荡荡的。查看了一圈，还好院子里的南瓜没有少。白玫瑰我都记不清这是开了第几茬了，当时并没有很详细的规划，
50棵玫瑰分别散落在院里的各个角落，没想到现在却有了抬头就是鲜花的风景。连续几天的刮风下雨，把冷空气也顺势带来了，天突然就这么凉了。下雨天适合在家睡觉，天气晴朗适合出去走走。这漫长的岁月，竟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鱼池里的睡莲4个品种，竟然在同一天全部绽放了，这还真的是第一次。门框上来了位倒挂螳螂，就是不知道它会不会打螳螂拳呀。天气渐凉，躺在地上的南瓜已经变黄，快要成熟了，挂在架子上的则还是翠绿的颜色。有人喜欢我的小院，也有人嗤之以鼻。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如果不去吃别人家的饭，就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也没有义务去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留得住的不需要用力，留不住的不需要费力。来去随缘，这个还真是强求不得。我是田园小苗，淘了一堆老家具，大家竟然都说是老古董，急得我一大早就把剩下的6把老椅子也搬回了小院，先简单的擦拭一下。上期评论区里有人说这家具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也有人说是民国时期的，还有人说是清朝的。我不太懂历代家具的特质和雕刻艺术，也没能成为这些家具的伯乐。擦拭着这些老家具，心里想着，不知道当时的能工巧匠知道自己的作品能流传至今，又会是怎样的心境。天又开始下雨了，淅淅沥沥的，耽误不了什么事儿，却又耽误了很多事儿。只期盼雨季也能快点过去，小院的改造也顺利一些。真的，有时候回头一看，才发现以前以为深陷其中的日子，原来已经离我们这样远了。这才明白，只要自己过得春光明媚，走到哪里都是鸟语花香。还提醒我抓紧安上监控，也有朋友劝我及时止损，安上监控也没有用，还是不要再继续改造了。还有朋友庆幸我和我的老家具都还在。桂花被偷了，我的确是很难过，不是因为它们有多贵重，而是养了这么久了，有了感情。虽然很难过，但是又觉得风风雨雨都是生活，丢掉的也许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呈现，而新的部分也将会闪闪发亮。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残酷又可爱的世界里，为自己守着一方温柔与天真。今天天气难得的好，把老凳子都搬出来自己清理清理。之前问过大家老家具怎么保养比较好，有说打磨以后再涂清漆的，也有说只用抹布擦干净就可以了，还有说擦点核桃油或者橄榄油的。为了保留老家具岁月的痕迹，我清理干净以后又擦上了核桃油。核桃是天然的保养剂，晾干以后它会形成一层膜，可以防止木头干裂，看上去也会更加光亮新鲜。别看这只有6把老凳子，连清理加刷核桃油，我整整用了1天的时间。不过这刷完之后的效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太惊艳了。夕阳西下，抓紧再把这个桌子擦洗出来。知道这个老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最近每天都是陆陆续续的有人过来玩。因为小院的电还不是很稳定，如果安装监控的话，该选择什么样的好呢？因为下雨，院里的活干不了了，把前些日子打的泡沫胶处理一下吧。刚开始整理这个小院的时候，想法总是过于理想化，真正实践起来才知道有多耗费精力、体力和时间。偶尔也会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不可能越过的坎儿，当再回头时才发现，很多事儿一旦坚持了，其实就是2滴汗水的问题。整理外墙的时候，发现泡沫胶底下有好几只草蜂在躲雨，继续整理这个古床和几个桌子。这个桌子有点像是炕桌，常年扔在角落里，缝隙已经被灰尘填满了。清理完继续刷上核桃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应该就是全力以赴的投资自己了。刷完后的样子好看多了，难道还要为这个桌子再去支个炕吗？生活就是从一个个的不容易中熬出来的过程，让我们都能各尽所能，最终也都能无所不能。小院的鱼池太绿了，我觉得必须得换水了。鱼食都喂完了，那就喂点大煎饼吧，总要入乡随俗嘛。
我想重新冲刷一下鱼池，再全部放新水，这样去换水可行吗？大表哥又来我这串门了，可能是不忍心看我天天薅草，清理了一下周围的杂草，就算是见面礼了。如果在别人的世界里微不足道，那我们何不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过往已不能再回头，但是未来还是可以改变。前些日子扦插的蔷薇也发芽了，用了1周多的时间。果然，想要超好的结果，就得有超长的耐心，一步步往前走，才会离目标越来越近。北方的农村，一到冬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烧土炕了。今天就准备在小院里支个大火炕，还有几天就要立冬了。前一段时间冷空气突然到来，气温从20多度直接降到了5、6度，仿佛越过了秋天，直接进入到了冬天。有很多朋友问我，农村的老房子冬天怎么取暖呀？其实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不地暖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全部用空调又有些太费电，最后还是选择支个土炕。为了支这个大火炕，我把我爸喊来了，黄哥也把他二舅喊来了。今天老爸出手支炕，老妹儿也变得格外勤快，提水和泥、筛沙子、搬砖，几乎没怎么闲着。商量好方案就开始大活了。我的土炕长3米，宽2米，宽敞，想怎么睡就怎么睡，而且土炕也比较实用，冬暖夏凉，靠着南边的窗户，采光也比较好。老手艺人就是不一样，不到1个小时，大炕就垒好了。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用语言去描述太过于苍白，虽然平时总是寡言少语，但他却把全部的父爱都融入了为家庭生计的奔波忙碌之中，在日复一日从不厌烦养老人院的岁月里，在平平凡凡点点滴滴的琐事中，鱼池里有很多绿藻，但这并不能影响老爸对他们的喜爱，一袋鱼食都给我喂上了。本来想自己做饭给爸爸和老舅吃，结果因为时间的原因，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去买了他们最喜欢喝的羊肉汤和大饼。酒足饭饱后，继续干活，安装上烟筒，再抬上1层水泥板。为了安全着想，又在下面垫了鲜抓层。冬天是农民1年里最清闲的时候，加上以后外面白雪飘飘，屋里却有暖和的热炕头，来玩的朋友一坐下，屁股底下暖乎乎的，半天都不想挪窝。这样的大火炕，你们喜欢吗？我的大炕，哈哈。我是田野小苗，支了盘大炕，好多人都问我，没有炕洞那怎么生活取暖呢？可能是我昨天没有拍全，主要是用这个灶炉生火，还可以温茶。华哥说把屋顶防水再处理一下，一晚的时间水泥都还没有干，先生把火看看，闷不闷烟？看着出烟的镜头，我就放心了，又在心里狠狠地佩服了老爸和二舅一把，趁着水泥还没有干，先把地面清理一下。说实话，我现在就在期待等炕干了，铺上围席，再铺上被褥，晚上暖乎乎的睡觉，白天收拾起来，放上炕桌，盘腿而坐，吃吃瓜子水果，喝喝茶，打打牌的惬意生活了。小院里种的大南瓜竟然烂了，而且还是个很大的南瓜。南瓜归南瓜，还是要物尽其用的，先把种子抠出来，留着明年再种。不知道这烂了一半的南瓜还能吃吗？来到后院一看，我心真的是碎了，这感情还不是烂了1个2个。之前满后院的南瓜藤和硕大的叶子遮住了大部分的地面，我真不知道这下面到底结了多少瓜。现在叶子蔫了，才发现直接接触地面的大部分都烂了，长在架子上的、绿植上的都还完好无损。发现了一个蜂窝，仔细找了一圈，总共还剩下5个大南瓜，都先搬到屋子里。鱼池这边的南瓜也是靠着地面的，一块都摘了。葡萄架上的南瓜还是有些青，过几天再摘也不迟。这是蜂王吗？这么大，这么冷的天还出来采蜜，也是辛苦了。今天一共收获了9个大南瓜，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瓜呀！这么大的瓜是蒸着吃好呢，还是煮粥好呢？露水重，地就湿，
不出意外，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除草了。秋天的草不像夏天的那么张扬，它们是紧贴着地皮生长的，所以只能用锄头来解决。小时候一直不理解，父母为什么那么早就要起床，又没有人管，睡会懒觉多好呀。直到现在才明白，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而是生活与责任。年少不知愁滋味，待到成人万事摧。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不缺。买了几顶草帽，自己动手做灯。之前在网上看到竹编的灯，一个就要好几十。想了想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是去集上买几个帽子自己做吧。毕竟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关键还实惠。有时候我们不要瞧不起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就好好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这么简单又实惠的灯，你们学会了吗？我是田小苗。前些日子小二的桂花被偷，大家都比我还着急，催着我快点安上监控。有一哥哥联系到我，还提供了一根废弃的路灯。不过我觉得这放监控是不是有点高呀？村子里的大哥让我一个小姑娘家，好心用手扶车把废弃的路灯给我拉回了小院。监控我选择放在这个方向，范围也比较广，但是这个真的太重了，直接用水泥固定，我都怕被风吹倒。去买了4个大螺丝，量好了距离，用水泥填满，等完全干了就可以安装监控了。老爸来支炕的那天，抽空把淘来的杏木桌子给打磨了一下，上面有很多水杯的印痕。有朋友说我改造的太慢了，但是自己一个人研究，一个人去做，确实进步就是很慢呀。很多事一次性还做不完，只能有时间就快干掉。今天用细砂纸再打磨一遍，涂上木蜡油。我用的是800目的砂纸，打磨出来比较光滑。涂抹式的木蜡油真的是很累呀，光这个桌子就用了接近1个小时。不过这渐变效果真的是太哇塞了，这颜色这纹理怎么还有点榆木的感觉呢？看看前后对比，我是超级喜欢，你们喜欢吗？我是田小苗，大炕都支完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干透。预告说这2天又要再来一波冷空气，最低都能达到0下。我这又坐不住了，赶紧凯回玉米间烧烧炕。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炕搭得不太合理，没有放沙也没有烟道，这样散热快不保暖。其实我们这边的炕基本上都是这样搭的，很少会有铺沙。像这盘炕，最后会在石板上铺一层黄泥保温，然后再用一层薄薄的水泥找平。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我最近的视频里几乎都戴着口罩。我是田小苗。说起老房子的门啊，那可真算是比较坎坷了。从开始找木匠到安装，大约用了小2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一直没有定下颜色，所以也没有刷漆。直到现在，满板面已经出现了变色和斑驳。找了个有太阳的天气，用砂纸给灯打磨一下，这样后续上漆也会更好一些。结果刚才还是大太阳呢，一扭头天就阴沉下来了。我得抓紧干活了，赶在片天前把漆刷完。我用的还是这款3清水性漆，里面自带着刷子和手套。涂刷小院大门的时候，我也用的这款漆，比较轻薄，很快就能干，主要是还没啥味道。记得小时候老爸给窗户刷漆，出于好奇我也会跟着去刷。除去长时间闻着刺鼻的味道和衣服上不小心沾上了油漆之外，过程还是很快乐的。今天刷的这个颜色是绿壳色，结果这刚刷完外面，这雨就跟着下来了。还好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要不然我这漆呀算是白刷了。我还是挺喜欢生活过得佛性一点的，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想多了头疼，想通了心疼。就比如这个门，从冷绿色到绿壳色的蜕变，大家觉得好看吗？我是田小苗，这个用老式纺织机改装的桌架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上次给这张杏木桌子涂抹木蜡油，大家都在说别把桌架给刷上吧，
这样也会更加搭配一些。今天就给它收拾出来。在这之前，我把桌子的背面也给刷上了木蜡油，让它更加的防潮防腐。这个桌子，老妹儿自告奋勇地说她也来，最近简直太勤快了，看来势力要推翻以往在视频里偷懒的形象了。老妹的心态还是很好的，别人说啥她都不恼，嘻嘻哈哈就过去了。生活就是这样啊，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迎着阳光一路向前。这桌架子也刷完了，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颜色了，以至于家里的大部分木头都是这个颜色。等完全晾干后再看成品吧。忽然发现屋檐下面钻进去一只小鸟，门口还有一只草蜂在打呱，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鸟蛋呢？我是田园小苗，淘了个菜厨该怎么改造呢？冬天到了，小院里支的大锅炉灶遇到刮风下雨总归是不方便，所以我又买了2组厨房的柜子，这样在不好的天气下也可以不受影响的做饭了。去买家具时，无意看到了角落里的旧菜橱，我这眼睛又挪不开了。用赶了10多年的大集得来的砍价经验，最后100给我送到了小院。大家说这个老菜橱值不值这个价呢？老感觉这2年的太阳越来越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鱼池里的睡莲开始收叶过冬了，而我也开始停止了鱼食，说是这样对鱼好。送家具的大哥在我的院外挖着荠菜，又是一道不需要花钱，只付出劳动就可以得来的美味。这个时候的荠菜最为鲜美，改天我也得挖上一筐。最近的快递实在是太多了，每次拆就跟拆盲盒一样，又加上双11，真的是停不下来呀。大家这个双11买了多少东西呢？这剪刀也是我的得力助手，都数不清给我开了多少箱了。对了，还忘了问了，这个柜子怎么改造比较好呢？上次的老家具还有一部分没有刷完油，今天老妹儿继续给刷红好油。生活有时候是很枯燥的，我们要学着从简单甚至乏味的生活中寻找快乐，不苛求事事完美，但可以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不断努力。原本是我们家里最受宠的老小，现在也开始干活了。最近更是什么事儿都抢在前面，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刷完了这个大仙桌。前几天下雪被冻蔫的2盆花，不知道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夕阳西下，南瓜都仿佛披上了童话色彩。冲洗一下这个架子，准备放在室内里放花。上次从石材厂淘来的老木门，今天也把它打磨一下，磨掉外表的这层老漆，才发现这样是2个颜色的木板，这该怎么办呢？在小院里支一个大锅灶，怎么能没有切菜的地方呢？今天就拜托黄哥把备菜区给做好，上次淘来的磨盘也得用上。趁着黄科漆砖的功夫，我把打磨好的木门涂上防腐漆，还是老一套，先用砂纸简单打磨一下小的毛刺，也是为了更好的上漆。老木板上有很多的小洞，为了防止下雨积水，用腻子膏把洞都给填上。等待晾干的功夫，把石磨给抬上去。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造型的石磨，听石材厂老板说这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别看小小的一盘磨，我觉得得有300来斤重。我这体格子确实是搬不动，就只能一点一点垫砖摞上去了。结果好不容易搬上去，又发现太高了，甚至高出桌面一大截，又费力搬下来重新砌。我也趁空把木板刷上防腐漆，等晾干了就可以搬上去了。都说忙着实现目标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困惑，想要不焦虑，那就克服我们的惰性，去行动，去努力，然后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天黑了，明天再给大家看成品吧。去小院外面捡些干柴火，准备过冬。昨天连夜做好了这个门板桌子，就是忽略了一点，涂抹的防腐漆比较清透，盖不住这腻子膏。大家说我要不要再抠掉呀？这个石磨做的洗菜池，竹筒里的水流到石磨上，到了一定的高度，再由原本的口流下来，看着简单，设计角度还是费了一番功夫。不过有了这个洗菜池和备菜桌，
以后用大锅做饭也方便多了。老妹最近很奇怪，就老是这样。山东又要来一股冷空气，最低能达到零下5、6度。趁着天气还暖和，去小院外面的樱花林捡一些干柴火。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做过这些事儿了。这2年农村烧火取暖，大部分都是用的煤炭。为了保持干净，很多家庭做饭更是用天然气代替了大锅灶。只是会偶尔看到村里的老人出来点些干柴。记得小时候，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跟着父母出来捡过柴火，那时其实挺苦的，但是却捡得很起劲儿。我想应该是很渴望这种被认同的感觉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大部分时间回想起小时候，居然不觉得有什么苦，反而很怀念从前。当然，生活也不是童话，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当人生很难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在路过的时候温柔一点。小二刚砌的洗手盆水管离得太远了，每次洗菜都得爬到石磨上才能打开水龙头。黄哥说要帮我整理一下。起初本想自己抽空就摆了，但是看到这个我又觉得有些搞不定了。我这里晚上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6度左右，害怕水管被冻，所以也一起改了。水不经过压力罐，这样一关总闸，水管里的水就都被拖回井里了。西边屋子的墙面上空荡荡的，相比于摆屋架，我更倾向于墙画，所以我请来了我的2位好朋友猴哥和战老。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我的想法，猴哥就开始行动了。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提起墙画，我想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牡丹花和迎客松了，毕竟这2个年代悠久。猴哥的作画风格我很喜欢，他能够把中国风融入到墙体绘画中，实现作画梦想的同时，又弘扬了咱们中华文化。我想画家的内心应该都有着五彩缤纷的世界吧，要不然怎么能让墙面这么充满生命力呢？整整1下午的时间，墙画终于凸显雏形。改天再修一下细节，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画的是什么意境呢？一会儿那条腿就跟畸形似的。之前给小二的门刷漆，大家都说把窗户也刷上就更好看了。今天咱就给它刷上漆，用的还是这款3清漆。再说一遍，开刷。你这刷啥清不了，又如此之话。咋呀？3清不了，又如此之话。有老妹的日子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小时候是盼望着刷漆，一方面是证明自己能行，一方面是真的喜欢刷漆。尤其是刷完之后的成就感，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现在有了自己的院子，大大小小的门窗就有14个之多。刷漆刷的手一个劲的抽筋不说，主要还是冬天，虽然没达到寒风刺骨，但也真的是不太好受。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种古香古色的颜色的。看来蜜蜂也很喜欢。他这是在干嘛呀？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改造老房子的路还很远，经常有朋友来说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是的，但是凡事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坚持不仅仅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信念。前几天真的忙得恨不得分身，所以在这一个视频里，大家就会看到抽空就来小院刷漆的我。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时间挤挤总会有的。又一扇门完工啦，这是石头房原先的老门，早已经蜕皮斑驳，先把它打磨一下，然后再上漆。大家打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护，要不然就像我一样全身都是灰了。以我的技术就只能打磨成这样了。开始刷漆，小院里的窗户和门我用的都是比较沉稳复古的利口色，看着老房子每天点点滴滴的变化，心情是真的很快乐呀。小院里的兔子跑了，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我忙活了半天也没有捉到，没想到有很多朋友教我怎么去捉兔子，有说用鱼钩的，有说刨坑的，还有说拿野菜吸引的。可惜我只要稍微一靠近，它就立马跑很远。
野菜我拿在手里它不吃，一扔下就吃，再一靠近就又跑。短短不到1米的距离，就是捉不到它，白急出一身汗。看来向往自由的不仅仅是我们本身啊。看到这里，应该会有人说，为什么非要捉起来呢？散养不行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这里人烟稀少，西边靠湖，东边靠山，野生动物也多。如果兔子偷偷跑出去，很容易遇到危险。但是这只小兔子真是太难捉了，看着兔子又跑出去，小白也急了，不停地扑着笼子。夕阳西下，索性也不去管它了。之前看过大兵写的一本书，里面是这样说的：缘来缘聚，缘去缘散，惜缘随缘，莫攀缘。既然捉不到，那就随它吧。农村小院的大炕铺好了，我想大家想象的一定是这样的，可它有时候也可能是这样和这样的。今天把大炕屋收拾出来，准备过冬。前一段时间下雨，捡的柴火没地放，让我临时先放到了这屋。打眼一看，苹果的包装袋、鱼池剩的防水布、小白的狗粮袋子，乱七八糟的柴火，俨然成了一个杂物间。让我最打怵的还是铺天盖地的灰土。把赶集买的毛毯铺上，我们这的大炕大部分都是先铺皮革，然后再多铺层被子。像我姥姥家还会再铺上一层晒干的玉米皮，说是又暖和又软和。自从擦了核桃油，这炕桌呀就再也没有动过了。这次好好擦一擦，放在炕上，别说这一摆上还真有点意思了。空荡荡的地面也摆上我的古董家具。不过这个桌子真是难倒我了，正着斜着倒着，我和老妹儿研究了半天也没搬进来。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得不佩服黄哥了，他一看就知道该怎么进。铺好炕，再摆好桌子凳子，这个小屋也总算像个样了。墙面上觉得空落落的，大爷说怎么设计一下好呢？在农村烧大炕，不烤点芋头地瓜，那总是觉得缺点东西。大炕是铺好了，但是屋子里面空荡荡的。去后院捡点芦苇花，晚秋是芦苇花盛开的季节，那时候的花絮又大又多。现在经过风吹雨打，有很多都已经成了光杆，把泡在湖边的木头也一并带走。在我眼里，现在的木头啊，比啥都珍贵。就这一根，起码能暖和上好几天，外加再炖熟2只小鸡儿了。这2个花瓶原来我放在假山上，现在临时拿来装饰炕屋。老妹儿也在奋力地刷着上面的青苔，把芦苇花随意插到花瓶里，别说还挺好看的。山河日月时刻都有不同的美好，就算错过了清晨，也还有落日的余晖在等着你。傍晚的风有点冻鼻子，二话不说先烧炕暖和暖和。这大炕我之前是烧过几次，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么今天烧炕炉子就一个劲儿的反烟呢？关键这大炕也反，没一会儿的功夫，这屋里就睁不开眼了。我还在愁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找个专业的人看看。黄哥就爬到屋顶上看烟囱去了。果然这烟囱一转，烟就全出来了。今下午的风可真是不小啊，差点把老妹的头发给吹走。抓完烟囱，这屋里的火越来越旺，关键啊是一点烟都没有了。炉子里再烤点芋头地瓜，一吃糊上一嘴的灰，真是宛如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日子。外面寒风凛冽，大炕却热得烫屁股。一口热茶，一口地瓜，屏幕前的你想不想吃呢？丢了好几天的兔子终于找到了，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惊喜了。兔子自从上次被小白追跑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它的影子。期间也有很多朋友在追问兔子的动态，我也真的很感动。把兔子放在小白原先的笼子里，这把小白给看呆了，估计他也在想，家怎么就被兔子给占了呢？赶集的时候买了个脖套，只能暂时先把小白安顿在秋千旁边了。
兔子是村子前面的邻居送过来的，说是中午他弟弟在树林里捉了个兔子，高兴坏了，朝他显摆。他一看正是我院子里跑的那一只，连忙给送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听到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是真的为失而复得而感到庆幸，还为有这么好的邻居而再次感动。都说人生有3大幸事，虚惊一场，失而复得，久别重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3大经历呢？小院外面的湖又开始新一轮的打鱼了，这次打鱼估计又得需要几天的时间。大家说我大喊一声帅哥，能不能给我炖条鱼吃呢？在干燥的冬天吃上一口又甜又多汁的梨是种什么感觉呢？今天来朋友的梨园逛逛，说句实话，咱还真没见过大冬天还挂在树上的梨。不过吃上一口，口感上确实感觉很脆甜，汁水也多，就跟吃西瓜一样，你得吸着吃。李总是送了我一些，说是让我煮了润肺化痰。回小院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小白放出来撒花。有人建议我把狗狗散养吧，说是拴着太可怜了。可是小院离附近的村子比较近，门口也是爷爷奶奶来山上捡柴火的必经之路。小白的性子野，不怕再不小心撞到人，那就不好说了。虽说金毛狗狗以温顺出名，但是在老人和孩子的面前，这是只大狗啊！我也不得不大部分时间拴起来，把小白稳住，接下来就是兔子的自由活动时间了。霜降以后，鱼池整个都清亮了，随时都能看清池底鱼儿的动态。都说我这个门楼子丑，喊来了黄金哥一起把它改善一下，在最底下铺上竹帘子，这样站在里面侧上看也不会乱糟糟的。没有气钉枪，我就只能一个个的掰钉子，再一个个的钉到木板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赶在天黑前做完，又不得不加快了步伐。把鱼池上的防水布裁了一块，盖在竹帘上，这样下雨下雪就不怕了，也更大的延长了使用的期限。去年做茅草屋还剩下几个编好的杨草，大泽进上木，本来还想着美观一些，可惜经过这么久的风吹雨淋，茅草里面都已经烂掉了，一边冰一边掉，怎么感觉还不如直接用竹帘好看呢？